这期熊哥的新房屋顶已经封顶了，很快就可以入住新房子了。为了答谢友人的帮助，熊哥破天荒宰杀了一头小野猪。真正的世外桃源，应该就是和3、5知己把酒言欢。24头野猪，一只不少，这是熊哥下山过春节最担心的事情。适当放2天假，为农庄牲畜的过冬想尽办法。大年初2一大早，熊哥就已赶回了农庄。他很想和家人一起度过更长的时间，然而成群牲畜的饲养与照顾，更是离不开自己。春节的气氛随着清风被吹到了山顶，一只卡通玩偶气球降落在香蕉树上，就选这一颗吧，直接拦腰砍断。新一年的开始，也要为野猪群做一份丰盛的美食。如今所有野猪幼崽都已成长至少年，它们的食量大增。这样一棵香蕉树干，现在只需要1天就会被彻底吃完。先切点大块的碎片给猪群嚼骨嚼骨，毕竟这些家伙一直守在这里，还要等待接近2个小时的时间。一点点将树干切成薄片，尽量剁碎以后再处理，有利于蕴含的营养被尽数吸收。看看这些小野猪，现在的体型看上去都壮硕了不少，有些甚至与成年野猪相近。迅速成长和健壮的体型，这些都离不开熊哥。每一天每一顿精心的照顾，身旁刚孵化出来的小鸡还需要单独隔离，距离它们可以被放养，至少还需要1个月的时间。碎末已经切完，整整小半桶，倒入泉水蒸煮，等到完全沸腾，才能加入打碎的玉米粉。等待的时间，熊哥还要处理一下带回来的猪肉，这是自己和2条狗的午餐，全部切成肉片，加上点盐和味精，再来上点菜籽油搅拌底味。半个小时蒸煮锅内的水已开，搅拌好玉米粉，再来半盆麦麸，全部倒入锅中，只要将其完全搅拌开来，这一顿猪食就已制作完成了。一勺一勺将其盛出放凉，这样多的分量足够让等待着的猪群能过上个好年了。已经燃烧完全的木炭刚好可以被继续利用，毕竟现在的温度才是刚刚好。将肉串放在上方，既不会烤焦，还能恰好保持肉质的鲜嫩。拿出已经晾晒干燥的肉粽，今天熊哥要解锁一个新吃法，剥掉外皮切成小段，放上铁锅加入荤油，等到油热再将切好的粽子放入煎炸。此时肉串早一步被烤成焦黄，全部撸下放凉。太热的话，乖乖和小黑是无法下口的。油煎粽子也已完成，先将烤肉分出1大半，只留下够自己吃的。粽子也是同样，腌制留下的肉汤混同剩下的米饭。这是小黑和乖乖新年之后的第一餐，他们已经陪伴熊哥整整1年的时间。森林的天空已至傍晚，现在也是整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熊哥又采集了足够多的干燥香蕉叶，今天晚上的猪群又可以度过温暖的一夜了。经过整整1年的驯养，所有的野猪都和自己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只要自己蹲下，所有的小家伙都会屁颠屁颠地跑过来围住自己，他们享受着熊哥的抚摸和抓痒。临近黑夜之前，再来上一顿鲜嫩的香蕉树叶。熊哥将它们营养的均衡性一直都控制得很好，而自己也特别乐于观赏它们聚在一起无忧无虑的进食，这让熊哥有极强的成就感。从当初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畜牧成群，这是属于他的事业，也是为了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钥匙。当然自己也会借此机会清点每一次的数量，尤其是每次离开一个晚上的时候。毕竟现在农庄已经来过很多人，而且每一位都对野猪幼崽充满了十足的兴趣，所以熊哥要比以前更加的小心。黄牛母子也比刚来农场时的状态好了许多，混入了粗盐的麦麸水，现在熊哥已经将它们的消化系统调整到了最佳的状态，无论是皮毛的成色还是光滑度，都已经有了极大的改观。随着新一天的来临，昨夜下起的小雨促使着熊哥要来查看一下还未搭建完成的新房。除了水泥，所有的材料都已用光。然而无论自己如何催促，负责运输的大哥总是推3阻4，无奈熊哥只能利用这些时间来清理一下饲养牲畜的场所。猪圈中用于取暖的干草已经全然湿透，这压根就无法给野猪群提供温暖，也的确应该清理了。当然牛棚也是同样，堆积成山的牛粪已经让老黄牛没有了可以栖息的地方，所有的清理都已差不多。熊哥拿出了自己先前收集起来的鸡蛋，他要利用这个冬天的时间来补充一下鸡群的规模，全都放到正在孵蛋的母鸡妈妈身下。他的工作任重而道远，将老黄牛牵回打扫干净了的牛棚。熊哥还要为这娘俩升上用于取暖的火堆，这2根粗壮的树干足以燃烧一整个夜晚。当然取暖的同时也可以驱除一下周边的蚊虫。将火点燃，树干燃烧产生的热量会逐渐充满整个牛圈，这也是在荒野中为了帮助牲畜过冬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当然这样的方法野猪群也同样适合。3根树段一些易燃的干燥毛竹就在猪圈的旁边点燃，热量也足以传遍每一头野猪。最后再将处理干净的猪圈内铺满干燥的枝叶。这个冬天虽然寒冷，但是只要有了这些，所有的牲畜都可平安的度过。黑猪妈妈最勤劳，她是所有雌性中最具有母性的一头，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小屋的搭建。来了，终于来了！在熊哥再三的催促下，运输大哥终于将最后的沙子运送了过来。不过别看熊哥表面老实巴交的，人情世故那也是玩得明明白白。
就在给运输大哥结清运费的时候，多给大哥包了一个新年的红包，这样原本遥遥无期的砖头运输也将会提前到天黑之前。当然，运输大哥也是满脸高兴的欣然答应。看来新房的搭建终于要迎来完工了。最后一窝野猪幼崽已经到了可以断奶的时候，单独制作的食草与圈养，开个小灶让它们更快适应猪群正常的食物。小牛仔也在熊哥的精心照料下，体型迅速增长，他的身高已几乎接近自己的母亲。新一天的来临，打磨柴刀的声响贯彻了整个农庄。今天的天空太阳很好，熊哥要去采收，另外一种大自然的馈赠，他可以为自己增加额外的经济收入。如今比之前宽敞很多的山路，为自己农庄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而他也是完全得益于当地村民的挖掘机开拓。来到茂密的丛林中，今天的目标就隐藏在这些灌木丛林。一种芦苇花，现在刚好是冬季，正是它们刚刚抽穗的时候。如果再晚一段时间，它们就将彻底盛开，而届时就将失去采集它的价值。在临近顶部位置处直接砍断，然后再手工剥掉包裹住的枝叶。这种柔软的稻穗状花蕊，就是熊哥今天要收集的东西。它是制作扫帚的绝佳材料，虽然不会卖得很贵，但这是完完全全的大自然馈赠。如果放任不管，那也会是一种资源的浪费。看着这样的花蕊，也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冬天很冷，家里也很穷，整个童年都没有一双棉鞋可以度过寒冬，单薄的缎底黄球鞋可以穿整整1年。上学的时候，从路边摘上一些完全盛开的芦苇花，塞到鞋子里当做鞋垫，塞得满满当当的，满是冻疮的小脚才会因此得到一整天的温暖。当然，这些小时候的事情，9000后肯定没有经历过，它是痛苦，但也是最美好的回忆。倘若你也是和小编一样，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脚印，也让我找寻一下曾经吃过苦的那群人。整个上午来回寻觅，熊哥在寻找了好几个地方后，也是搜集到了整整一大包，用藤条捆扎结实。回到农庄后才可以进行接下去的处理。然而在喂完所有的牲畜后，森林的天空已悄悄地步入了昏暗。随着第2日清晨的到来，今天的太阳刚好适合晾晒，将昨日采集的芦苇花摊开，一根一根将其进行精细化的处理，将底部的花穗从枝干上取下，剩下的头部则刚好成为独立的一根。这柔软的质感就像丝绸一样，用它制作出来的扫帚不单单可以用来清扫地面，所以它才受到了当地人的喜爱。当然，熊哥需要将其全部晾干燥后，才可以拿到集市上进行销售。取上一节毛竹劈砍出竹片，用建房剩下的材料分别在两端搭建出三角形的支架，放上横梁，一个专门用于晾晒的衣架就已完成。农庄中的牲畜们都在悠闲地享受着阳光的温暖。熊哥将处理好的芦苇花用竹皮一小捆一小捆地捆扎好，只需将其均匀地摆放，连续2天晾晒就可达到销售的模样。而熊哥也将会再次被村花围堵，毕竟他的商品总是会被抢购一空。伴随着浓厚的大雾笼罩，熊哥要在新的一天将新搭建的住房墙壁打造完全，因为自己的2位友人会趁着春节假期结束之前过来帮助自己。今天熊哥只需要在下边搬运物料即可。这2位大哥都是自己儿时的玩伴，如今他们都是为了生活而选择了成为专业的建筑工人，所以想要在1天的时间里将熊哥的新房打造完全，简直就是手拿把枪，不但速度极快，并且质量也完全有保证。毕竟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浓厚的雾气依然还在。1个上午的搭建，所有的墙壁都已进行了完美的收尾。有了这样的进度，下午就可以进行房顶的搭建了。当然，有了友人的无偿帮助，自己也绝对不怂。鸡肉、小酒、凉拌菜必须安排上，这些全都是接近完全野生的饮料。儿时的玩伴即由1顿小酒的陪伴，就足以将所有的疲劳驱散。下午的工作还要继续进行，从之前的打打闹闹，到了现在的有说有笑。此时这片大山深处，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与世无争。还有那个虽然不常联系，但在你面前还依然调皮的勇气。就在这样的说说笑笑中，所有的材料都已准备齐全，接下来就是房顶的搭建了。先用绳索标定出轮廓，纯正的三角形，也必须保证完全立于墙壁的中心点，配合默契的扔砖，高举过头顶的水泥铲灰。等到浓雾散去，猪群外出觅食，整整3个小时的搭建，2侧的屋脊就已全部完成。抬出不锈钢钢管，这是屋顶承重的大梁，因为是带有泡沫的波纹钢做的屋顶覆盖，所以有了这样的粗度就已经足够。最后在2侧再分别加装上2根横梁，这样便可保障整片屋顶的牢固。至此，新房的搭建就近乎完成，就只剩下屋顶以及室内的平整与装饰了。看来熊哥不久就可以搬入新家了。然而天不遂人愿，随着新一天的到来，阴雨的天气持续了整整1夜。本打算今天就将屋顶铺设好的计划，也因此而搁置。先将剩余的建筑材料规整到一起，它们在以后可以为农庄的建设带来便利。砖头全部摆放整齐，所有的木板和毛竹全都堆放到一起。虽然屋顶的铺设被搁置，但是农庄里的其他事情却不会因此而停止。扛上2片木板，熊哥要为少年期野猪幼崽制作单独的食槽。
他们已到了完全戒奶并单独进食的时候。测量好大致的距离，切割出相同的长度，随着铁钉一根根夯入，一个专用的幼崽食槽就已制作完成。2个成品足够这20头小野猪使用了。被大风扯断的树枝成了野猪群的玩具，全身几乎纯白色的野猪幼崽，如今也已是妥妥的农场颜值担当。不过这一夜小雨让整个地面都泥泞不堪，小家伙们的身上全都脏得要死。单独制作的小灶猪食，这要比平时猪群食用的要更加有味道。这是熊哥为了让幼崽更快接受独立进食的小手段，不过看起来效果还真的很不错，小家伙们都吃得很开心。当然较稀的这些则会用来喂食其他猪群，虽然其他野猪幼崽也会适当吃上一点，但它们更多还是会以母猪的奶水为主，还有单独圈养在一起的一公一母的野猪，它们如今也已交配成功。2个月后农庄又将会迎来幼崽的降生。对于老黄牛的照顾还是和之前一样，麦麸水混合着粗盐。现在的小牛仔已经在熊哥精心饲养下长大了不少，它的身高已快接近它的妈妈。当然养牛的道路任重道远，想要发展成牛群，不知道还需要等待多久的时间。熊哥挖掘的鱼塘孵化出了足够多的鱼种，只需喂食树叶即可获鱼满仓。借用的除草机也派上了大用场，这是在为种植芋头做的提前准备。新一天的来临，现在的森林进入了雨季，泥泞的山路让熊哥不得不徒步前往城镇购买所需的物资。一块防雨布，这是为野猪群能安然过冬特意购买的。毕竟除了4头是成年野猪，其他的都还只是幼崽。如果这样的天气总是被淋雨，那很可能会出现流行性疾病。熊哥要在猪圈的上方再次进行防雨加固，青嫩的毛竹分解成竹签，要利用它们来进行周边的固定。特意削尖的一头，也是为了更方便穿透厚厚的雨布。先测量一下猪圈顶棚的长度和宽度，不过自己购买的防水布大小刚好，不需要再进行额外的裁剪，整体铺设开来，隔上一段距离就进行一次牢固的捆扎。这下有了双层的防护，猪圈中的小家伙们就不会再被雨滴干扰。它们主要任务就是快快的长个和长膘。等到铺设完成，猪群到了刚好需要喂养的时间，拿出售卖蔬菜剩下的老菜叶，它们所蕴含的营养要比芭蕉叶多上很多，依然还是全部剁碎，只有这样才可让蕴含在其中的营养被尽数的激发，倒入蒸煮好的玉米糊中。小时候经常吃的青菜稀饭粥，经过充分的搅拌就已制作完成。你们小时候是不是也经常吃这个？反正我是吃到想吐。猪食还需要放凉，熊哥要利用这段时间来展示一下，在没有冷冻的情况下如何储存肉食。这是从王寡妇那买回来的20多斤猪肉，山泉水仔细淘洗，要保证表面不会残留任何的杂质。取出菜板，全部切割成红烧肉大小的肉块。说真的，熊哥这把菜刀真的很锋利，切带皮的猪肉就和切豆腐一样，看上去一点都不费力。我也很想拥有一把。所有的猪肉都已切割完毕，接下来就是最关键的一步，撒上1碗粗盐，倒入半瓶高度的白酒，用带有爱心纹身的左手用力的抓匀搅拌。2个小时的腌制会让酒精和盐分尽数的渗透。等待的时间，熊哥还需要去做其他的准备，带上柴刀前往丛林的深处，只有在那里才有自己想要的一棵被大风吹倒的香蕉树，枝头的香蕉花无论是凉拌还是爆炒都很美味。持续阴雨让整片森林都是湿漉漉的，而熊哥也找到了他想要的东西，一种快速从竹笋生长而出的毛竹。它的竹节很长，竹身还带有略微的稚嫩，只有这种竹子才会自带清香。把腌制好的猪肉放入其中，就会带有别样的风味。枯死的老树上已经长满了木耳，全部采摘回去。今晚又多了一个下酒的小菜。再次回到农庄，用锯子从竹节的后方将其分割，4段数量已经足够。将竹筒的边缘进行平滑的处理，因为待会自己还要用到，从内到外仔细清洗，只有足够干净，才能避免猪肉放入其中后不会滋生细菌。肉块腌制的已经差不多了，全部塞入。猪肉本身吸收的酒精和盐分将会在竹筒的内部形成保护层，这样的前提还必须是要隔绝开空气。熊哥还需要去采集一些宽大的香蕉叶来进行桶口的密封，1年多放任不管。如今的鱼塘已经孵化出了足够多的鱼群，它们的个头都已逐渐的长大。看来不久熊哥又可以上街卖鱼了。如果自己吃的话，可能永远都吃不完。砍掉香蕉叶，依然完好的叶子从叶茎上取下，剩下的直接丢入鱼塘。就这一堆，就足够这些小家伙吃上好几天了。而被切割下来的叶子，熊哥会让其在明火上走上一遭。这样操作过后，原本易损的叶子就会变得柔软许多，甚至还有皮部的质感。最后将其完全贴合覆盖住竹筒，用竹片捆扎，几乎不透气的封口，就能让其中的猪肉储存很久的时间。并且按照熊哥的制作方法，无论是串烤肉还是直接爆炒，那个味道都足以让你吃上2大碗的米饭。随着第2日清晨准时来临，熊哥又迎来了全新的工作。因为天空还是阴雨不定，所以新房的屋顶还是无法进行。熊哥要利用这个时间将柚子树进行一下拆解，只有这样才能一点点提升它的产量。被压断了的偏枝直接锯掉，它无法继续承载结出的果实。
细小的杂质末节留在上边也没什么用，甚至还会吸收整体的营养。当然，柚子树上偶尔也会有晚成熟的果实，它们的甜度会比之前更高，吃起来也更加富含营养。浓妆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就像仙境，伴随着大雨的再次降临，熊哥的屋顶铺设计划再次落空，喂食一下农庄中的牲畜。今天自己要利用一下这持续阴雨的天气，背上竹筐，带上老黄牛，熊哥要去之前开发的土地上寻找一些之前剩下的芋头球茎。熊哥想在宽大的柚子树之间的空地上重新栽种这些半埋在泥土中的芋头，并没有死亡，只需要将它们重新埋入土中，潮湿肥沃的土壤会帮它们再次成长出嫩芽。这些都是之前售卖芋头的时候剩下的，有些还隐藏在坑中。熊哥要利用一个上午的时间将它们全部都挖出，时间已经差不多了，熊哥也收获了半个背篓。下午的天空已逐渐转晴，熊哥拿出了从村民手中借来的割草机，他要将柚子树之间的杂草尽数割除，加上汽油，拉响机器的开关，还要研究一下具体的使用方法。使用这个机器很容易，熊哥在尝试了几次后就已彻底掌握。随着刀片快速转动，所到之处的杂草就已尽数倾倒，熊哥用得非常顺手。有了现代化机器的辅助，本身需要一整天的清除工作，只需要短短的十几分钟就可轻松的完成。他也在盘算着以后自己要购买一台，这样自己就可以开发出更多的土地，从而进行更多的种植。杂草已经清理干净，筛选出品相较好的芋头，每一个浅坑中放入一颗，恰好的距离足以保证每一株都可完全的生长。锄头挖坑种植忙，柚子树下芋头行，待到秋风拂面果，农庄收成有保障。就以这首打油诗来结束今天的讲解吧。会作诗的或者总是诗的，评论区该你秀一下了。一只野猪幼崽惨死于3个男人之手，利用食物引诱，趁其不备，想要将其抓住。虽然侥幸逃脱，但最终还是难逃厄运。然而为何要宰杀小猪仔呢？新一天的来临，虽然大雾依然没有散去，但幸好今天没有继续下雨。此时熊哥已从山下的农户家中归来，他要利用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来将新房的屋顶完工。连绵不断的降雨已经让工期延后了很久，这是一套专业的手工钻装备。好心的农户没有收取熊哥租借的费用，顺道购买的铁钉是专门用于固定波纹铁皮的。当然在正式开工之前，熊哥还需要对屋顶的横梁进行再次的加固，毕竟现在只是用水泥进行了封堵，如果遇到强风，很有可能会将整个屋顶连根拔起的。爬上墙壁，一段长度刚好的铁丝穿过事先预留的孔洞，将其再次捆绑在砖块上，才能达到最佳的牢固。每一根横梁的末端都是这样。这4米多的高度，只有熊哥孤身一人蹲坐在上方，还是有些危险。但是此时他也管不了这么多了，毕竟不知道大雨会不会再次不期而遇，所以他要赶紧将其完成。农庄中的野猪幼崽已经饿得嗷嗷叫，黑猪妈妈决定再次喂食，10几头小家伙们也是一拥而上。反正现在有奶就是娘。安装好专用的钻头，墙壁的孔洞之前的朋友忘记了预留，熊哥必须要进行手工穿凿，只有将4边进行充足的固定，才能保证整体屋顶的牢固。捆绑的工作已经完成，熊哥剪出几根粗壮的毛竹，先测量好地面距离横梁的高度，然后再进行分割，用它们抵住横梁的中心，才可以保证自己在安装的时候能够拥有足够的承重力。一切准备就绪，提前放好覆盖了泡沫的波纹铁皮，更换上专用的旋转钻头。毕竟是自己一个人，先将设备绑在自己的腰间，才不会限制双手的行动。攀爬上屋顶，熊哥要在中心的横梁上拉上一条用于参照的直线，这样可以保证在装订铁皮时不会出现倾斜。乌云再次遮住了太阳，幸好只是不大的一片。等到另外一端的螺丝固定，用于参照的细线就已拉射完成，将铁皮抬起，按照直线的参照，熊哥正式开始了屋顶的铺设。这个手工钻真是帮了自己大忙，如果没有这个东西，屋顶可能压根就没办法安装。专用铁钉的死死夯入，完全可以达到完美的契合。然而边上的一块容易安装，越往中间自己可以搀扶的东西就越少。为了保证安全，熊哥还是搞了一根安全绳，虽然看起来并不是很安全，但至少万一自己掉下去的时候，可以有东西能够拉住。第2片的屋顶也已就位，熊哥利用大脚趾的抓力来进行稳固，而双手则需要死死地按住钻头，只有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更快地穿透横梁的钢管。2个小时的持续搭建，一侧的屋顶最终得以完成。当然在铺设另外一边之前，还需要将安全绳调整一下位置，倾斜夯入一根木桩，然后将绳索打结固定。按照先前的步骤，先将屋顶进行提前的摆放，然后再进行中缝的对齐，依然还是大脚趾发力。然而等到背面的第1片安装好后，想爬上屋顶就需要另寻他法，用一根毛竹当作立臂，完全依靠手脚的力量攀爬。想想这还是我高中时候能做到的事情，不得不佩服熊哥。虽然他慢慢的秃了，但是也变强了。另一侧的屋顶也已铺设完成，最后只需要将中间的铁皮缝隙覆盖，就可整体完工。这片长长的3角铁片是专门制作的配套设计，它的贴合度刚好，等到将所有可能
会存在松动的地方全部固定。熊哥终于在今天将心爱的新房搭建完成。熊哥从前面观察着，看看是否还有没有处理到的地方。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像不像动画片中孙悟空大战二郎神时变身而成的小寺庙？拆掉用于支撑的毛竹，屋内的透光性也都非常良好。穿上鞋子，还要将门窗尽数安装好。这套9成新的门窗是几乎没花钱就淘过来的，上下对称整齐。然而轴承处的安装好像存在问题，窗户不能正常关闭。有知道是为什么的老铁吗？等到大门安装好，不能正常关闭的问题又是同样的出现。一天的时间已经结束，随着新一天的太阳照常的升起，熊哥还要继续的整理新房，将室内的垃圾全部清理干净，沙子水泥都留下不少。为了以后能够更加的干净，熊哥决定要铺设上水泥地坪，先清理干净枯叶。门口的位置也是同样，因为自己还想再打造出一个院子，然后再将墙壁边角整理干净，多出的碎石残渣再堆叠到一起，全部用小推车运出，最后再进行碎土的拍平。这都是在为地坪的铺设做好提前的准备。当然，想要打造院子，先前的准备也不能少，测量好距离，标注出轮廓，因为明天自己的友人会再次过来帮助自己，毕竟地坪的铺设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才能拿捏。随着2位友人再次光临，时间已至第3日的清晨。刚见面，熊哥就说出了自己遇到的问题。拿上工具，蓝色衣服的大哥要将门窗进行重新调整。昔日的3兄弟重聚，就连水泥的混合也都要比之前快上许多。独轮车一次一次的运输，2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室内的地坪就已几乎打造完全，只剩下最后的打磨了。而此时熊哥也是将院子的轮廓用木板固定了出来。等到室内打磨平整，院子的水泥也已差不多铺设到一半。兄弟3人分工明确，仅1个上午的时间，所有的水泥地坪就已彻底的铺设完成。熊哥非常的感谢这些愿意帮助自己的友人，当然还有那些间接的愿意无偿借给自己工具的当地村民。一个穿着条纹上衣的小伙，他是借给自己钻头的村民，他也是第一次到熊哥的农庄。熊哥饲养的野猪群也瞬间就让他喜欢上了这里。当然，熊哥请他们来就是想感谢他们，所以他决定宰杀1头野猪幼崽来供他们品尝。然而，想要在有如此活动范围的地方抓住一只，却也并不容易。小伙子尝试了好几次都未能如愿。熊哥抓了一把玉米，他想趁着猪群放松警惕的时候来得出其不意，只可惜受到了惊吓的幼崽已经有了极强的防备。然而可怜的小家伙最终还是没能逃出魔爪。熊哥亲手抓住了一只，就这样，刚刚成长至少年期的野猪幼崽惨死在了屠刀下。这只幼崽在所有人的协作下，很快就变成了一堆一堆的纯正野味，猪杂猪肠血肠，用于犒劳的聚餐正式开始。6个人围坐在一起，调配好蘸料，来上点装满谢意的白酒。这一餐过后，熊哥的新房就标志着彻底建成，同时也标志着农庄中饲养的牲畜的美味也将会被传播出去，而自己也将会在以后迎来更多的销售机会。